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恐怖怪谈。今天晚上我介绍世界上哪一个人恐怖经就发生在世界上哪一个角落呢？在介绍今天恐怖怪谈之前，下周就要过年了嘛，那请名我在这边跟大家拜个早年，然后呢，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哈，过年期间我应该影片是出得来了，但是那个怪谈部分有可能就像说怪谈啊，就礼拜五的影片就会有可能会暂停一次，就是过年期间就会暂停哈。那探险的影片还是会正常的出片哈。好，那在怪谈开始之前，还要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哈。其实最近有看到一些人的留言，那当然是觉得看得有点火大。那其实我相信会员大概都知道我本来的想法是为什么我要创立成这个会员的频道哈。那其实会员在某方面来讲，我知道你们是真心喜欢，所以说才会花这些小钱来赞助我，然后让我一直持续的拍下去。当然有一些人不会这么想，会觉得说为什么我都不去做一些更多宣传啊等等之类的。其实我必须说了，该做的都做过了，现在一个人做哈，乖乖的把会员大家照顾好，这样比较重要。当然，我也不是说对非会员都完全没有什么一些福利嘛，那当然就是最起码我会让你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我也会跟你讲这边的故事，只是有时候比较精彩的部分你们可能看不到。那当然了，因为会员人家是有花钱的，那你没有花钱，那当然你得到的那个东西当然就是有可能不一样嘛，对不对？那其实就是买服务，就像你买那个像 Disney Plus 啊、HBO 加或者是那个 Netflix 一样的道理，你花的钱越多，你的画质越好，不是吗？好 ，OK。那在过年前，先跟大家讲一下自己一些想法。那今天的恐怖经历是什么呢？我们还是要介绍哈。好，接下来我就来介绍给大家今天这个人所碰到的像是鬼上身的经验呢。至于是什么样的经验，接下来就来介绍了。我人生中最无法解释的可怕时刻之一，发生在我和妈妈一起前往印度，准备将我们的土地卖给公路当局。他们打算征收这块土地，以扩建沿海道路，并减少当地交通堵塞。我们从新罕布夏州飞往印度，打算停留1个月，并决定在征地之前，在我们的农庄上住上1晚。简单的介绍一下这块土地，在我们的农庄中央建有一座2居室的别墅，四周被柚木树环绕着，后门通往沙滩。而从围墙内最后一棵树到海岸的距离仅有10公尺，这是一个极美丽的居住地。但如果周围没有人，则可能变得令人沮丧，甚至恐惧。当时与我们一起前往农场的，除了我和妈妈，还有我的叔叔及他的5口之家，包括4个孩子、叔叔和婶婶，让我们称我4个表兄弟为 A、B、C、D 吧。还有我的朋友，我们的管家一直住在那里，并已经打扫好房子，等待我们的到来。他还特意让家人回老家，好让我们有充足的住宿空间。我们大约在上午11点抵达了农场，随后享用了一顿丰盛的午餐。由于附近没有商店，最近的杂货店距离这里20公里，因此我的表兄弟姐妹、朋友和我在午餐后决定储备一些零食，因为我们都迫不及待想要去海边玩耍。我们在沙滩和海浪中玩了整整7个小时，回家的时候已经累得精疲力尽。吃过晚饭后，我们便各自回房休息。我和朋友决定与叔叔一起在露台上过夜。那是一个美丽的夜晚，唯一能听到的是海浪轻柔的声音。除此之外，一片寂静，月光照在我们的脸上，宛如梦境。这时，我突然听到有人的脚步声，像是有人踩在干叶上，沙沙作响。我转头看2侧，看到叔叔和朋友都在熟睡。
我本想起身查看，但由于海边玩了一整天，我实在太累了，只能闭上眼睛继续躺下。然而那个声音变得更加沉重，听起来像有人在树林里奔跑。我惊醒后摇醒了我的朋友，问他是否听到了声音，他也点头承认。我们转身打算叫醒叔叔，却发现他不见了。这让我感到非常震惊，因为刚开始听到声音时，他还在我身边啊。虽然已经接近晚上11点，但月光明亮，足以照亮农场周围整个森林的区域。我们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看到叔叔正在田地里狂奔，回头不断张望，似乎在逃离某些东西。我们决定拿起手电筒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我们走出房间时，四周突然变得异常的安静，海浪声和风拂过树叶的声音全部消失了。尽管我们已经是青少年了，但这种诡异的寂静让我们心里发毛。于是我们紧紧握着彼此的手，朝着叔叔的方向走去了。我们终于赶上了叔叔，他挥舞着手示意我们快过去，脸上满是恐惧。当我们终于拦住他时，发现他肩膀上有一道长长的爪痕，像是被指甲划过，而他的背上则有一个巨大的掌印，仿佛被人狠狠地打了一巴掌。他惊恐地告诉我们，有一人一直在追他，并要我们赶紧通知其他人。这一切实在太过震惊了，我立即大声呼喊，唤醒了屋内所有人。除了表弟 A 之外，其他人都来到了前门，担心我们发生了什么事。一如既往，我妈妈总是第一个感觉到事情不对劲的人。她后来开始默念某些祈祷词，然后朝前门走去。我们像弟子一样跟在她身后。就在此时，我们听到身后传来一声低沉的咆哮声。我们回头一看，看到 A 正以四肢着地的姿势向我们爬来。妈妈大声诵经， A 的咆哮声变得更加暴躁和恐怖。妈妈急忙对我们说，她被附身了，快锁上大门，不然她会跑出去的，到时就难以控制了。听到这句话，我几乎吓得要尿裤子，因为我一直以来都不相信被附身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的身边。妈妈让我和朋友去抓住 A 的双腿和上半身，这真是一个糟糕的选择。A 突然爆发出惊人的力量，狠狠踢了我一脚，差点把我的大腿踢断，接着又重重击中了我的腹部，这让我当场晕倒。这次我无法掩饰内心的恐惧，我真的尿了裤子。也许是因为身体的剧痛，也许是因为恐惧，总之我完全无法控制自己。朋友从后面死死抱住 A， 而我则勉强地抓住他的腿。最终大家一起将他按倒在地，并用绳子将他的双手绑住，把他抬进屋内。我妈并不是驱鬼专家，但她能感觉到某些东西。我曾经见过她帮助人并给予建议，但这次我看到她感到束手无策。她说出这次的情况超出了她的掌控，我们需要一个真正有驱魔经验的人来帮忙。在这深夜里，离城市那么远，找人帮忙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时管家告诉我们，他的村庄里有一位法师或许可以帮忙。问题是那个村庄距离这里有10个小时的车程，来回将会浪费很多时间。最终我们决定去寻求帮助。叔叔、管家和我一起驱车前往村庄，找到了那位法师。起初他拒绝前来，即使我们提出支付$1000的报酬，他仍然坚决不肯动身。经过再三的恳求，叔叔甚至跪下来请求他，他终于答应了，但拒绝收取报酬。他说这是他的职责，如果我们成功，他希望我们将这笔钱捐给当地的庙宇。我们返回农场时，妈妈告诉我们 A 仍然被锁在房间里。过去的1.5天内，他一直不停地咆哮，并且一口食物都没有吃。法师刚一踏进房间， A 立刻变得异常狂暴，他拼命挣扎着想解开身上的束缚，然而都无法成功，于是开始咬住床架的木头，试图伤害自己。他的嘴角溢出鲜血，我甚至注意到他可能在这过程中折断了几颗牙齿。法师默默地走到房间的一角，在 A 周围画了一条圆圈，然后盘腿坐下。他声音低沉而威严：“你要什么？”
A 没有回答，仅仅是瞪着法师，眼神中充满敌意。法师接着问：“你会造成任何伤害吗？”这次 A 依旧沉默，像是一只被困的野兽，目光阴冷，喘息沉重。突然，法师猛地站了起来，手持一把扫帚，毫不犹豫地狠狠朝 A 身上抽打。A 开始疯狂地大笑，那笑声诡异瘆人，仿佛充满了嘲讽与愤怒。我们全部都惊呆了，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A 开始口出秽言，使用某种我们听不懂的古老语言，声音里带着浓重的怨恨。虽然我听不懂那些话的意思，但我能感受到其中蕴含愤怒与诅咒。这时，妈妈迅速让我们捂住耳朵，或干脆离开房间，避免受到影响。法师接着要求我们准备几根蜡烛，并在 A 周围点燃。房间内的光线变得诡异而阴沉，影子在墙上扭曲，仿佛房间里的东西不止我们几个人。法师开始念诵咒语，声音低沉而坚定。A 开始剧烈挣扎，发出刺耳的尖叫声，随后转为哀求：“请放过我。”声音听起来并不像 A， 而像是某种更古老、更邪恶的存在。A 突然低声说道：“我是几年前死在这片海滩上的人，我还没有活够，我要留在这里，我不会伤害任何人。”然而法师毫不理会，继续专注地念着经文。咒语的力量仿佛压制了 A 的抵抗。过了一会，A 变得更加的焦躁，语气骤变，恶狠狠地说：“我是来杀人的。”这句话让我们所有人都倒抽了一口冷气，心跳加速，恐惧渗透全身。法师脸色阴沉，怒喝道：“你不能再待在这里，快离开！”随着咒语的加快， A 发出了一声凄厉的嘶吼，整个人剧烈颤抖，随后猛然晕倒在外。房间里的气氛瞬间轻松了很多，仿佛有什么沉重的东西被驱散了。法师迅速抱起 A， 把他带到屋外，将他彻底的清洗干净，并在他的额头上涂上圣粉。接下来，法师吩咐我们将 A 带到附近的一座寺庙，为他献上象征驱邪的圣线。当我们将他带到寺庙时，寺庙的僧侣也参与其中，为 A 额外的进行祈福仪式，以确保邪灵不再纠缠。仪式结束后，法师的严肃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恶灵，它被称为 Chatan。 他一直试图完全占据 A 的身体，如果没有及时驱除，后果不堪设想。法师接着解释，当他在村庄里见到我们时，就已经感受到这股邪恶的力量，因此起初才犹豫是否应该帮助我们。他提到他自己最近刚嫁女儿，担心这股邪气会影响到他的婚姻运势。幸运的是，一切都得到了圆满解决。最后，法师建议我们立刻搬离这所房子。妈妈深感庆幸，因为我们已经准备好将这块土地出售给公路当局。随着交易完成，这片土地不再属于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一条笔直宽敞的公路。以至于那一个恶灵是否还潜伏在这块土地上，没有人能确定。这次经历彻底改变我对世界的看法，让我开始相信这世界上有许多无法用科学解释的事物，或许它们一直都存在，只是等待合适的时机现身吧。这次的经历你觉得精不精彩？我觉得超精彩，这样的附身经历可以巨细靡遗的记录下来，其实让人还蛮意外的。那这个恶灵，因为这是属于印度的一个文化习俗，而且我也不知道我的发音对不对，他是不是真的很凶啊？他的这个经历就好像在看大法师那种驱魔的一个电影，只是他们用的那种文化习俗还有驱魔的习惯，好像跟那种大法师啊、天主教啊在驱邪那种就不一样。我不知道，我看完他的经历，我觉得好像在看一部电影。对，我必须说，印度其实他们的宗教信仰有点类似佛教，那当然他们是印度教嘛。那其实我没有想到是他们的故事这么多，而且甚至这么的精彩。我今天看到这则之后，这则经历之后，我就决定一定要介绍给大家。好 ，OK， 不管怎么样，下个礼拜过年了，那希望大家在过年的时候就开开心心的，不要再去想那些恐怖的事情，这样才能保佑你新的一年才会有好的运气哦。好 ，OK， 我是Ghost Hunter的秦明，那最后也祝大家新年快乐，我们明年见，拜拜。